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一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可以从面相得出，也可以从手相得知。富贵人群的手相往往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在这为大家介绍一下富贵手相的特征。手上有此纹，富贵找上门。这12种暴富掌纹，你中了几个？一圆纹和三角纹同时出现。元宝纹是由2条或3条主线，感情、智慧、生命线以及其他辅助线组成的抽象元宝图形。无论男女，拥有此纹者一生财运不断，衣食无忧。太阳线又称为成功线，是一条从无名指根部延伸的上升线，标志着人生的成功。无论是从商还是从事公职的人员，手中出现太阳线都代表着他们的人生运势和事业成功。财运线，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衡量一个人财运好坏的重要标志。财运线生的清晰而粗直的人，通常有着较好的财运。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很会招财，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是越动越旺。当财运线出现在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时，这样的人通常能够靠股票或不动产等生意赚大钱。钱财纹，所谓的钱财纹是指在手掌的水星丘和太阳丘之间出现的细斜线，大多数人手上都有钱财纹，只是数量有所不同。通常来说，手掌上钱财纹越多的人，财运越旺盛，尤其在偏财运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在工作中容易获得额外的奖金，还可能在抽奖、彩票等活动中时常意外中奖。钱财纹的多寡不仅象征着一个人财富的潜力，也预示着他们吸引财富的能力。拥有更多钱财纹的人，通常在生活中更容易遇到财运，享受财富带来的快乐和稳定。这些钱财纹可以被视为一种幸运的象征，让他们在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上更具优势。拥有钱财纹多的人，在职场中通常表现出色，容易获得上司的赏识和额外的奖励，无论是年终奖金、绩效奖金，还是其他形式的奖励，他们总能在关键时刻获得丰厚的回报。除了工作收入，这类人在偏财运方面也特别好，例如他们在参加抽奖、彩票等活动中时常会有意外的惊喜，中奖的几率比一般人要高。这种好运不仅提升了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也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和惊喜。钱财纹多的人通常具有较强的理财能力，他们懂得如何管理和投资自己的财富，使其不断增值。他们会积极学习各种理财知识，合理规划自己的财务状况，以确保财富的稳定增长。星纹，在手掌的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通常表示这个人拥有特别的好运。这种好运不仅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使得他们心想事成，赚取大量财富。在太阳丘或木星丘出现星纹的人，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获得贵人相助，或遇到意外的好机会。无论是在职场、投资还是生活中，这种好运都会让他们顺利实现目标。由于拥有特别的好运，他们常常能够通过各种方式积累财富。例如，在投资中，他们能够及时抓住市场的机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在工作中，他们可能会因为出色的表现而得到晋升或奖金。尽管星纹带来好运，但如果不善于把握机会和努力付出，这种幸运可能会逐渐消失。因此，拥有星纹的人需要特别注意抓住每一个机遇。如果没有合理利用好运，星纹可能会逐渐淡化甚至消失，预示着好运的流失。因此，持续的努力和警觉是保持好运的关键。祖臂纹，祖臂纹顾名思义，表示拥有此纹的人具有良好的家庭根基，容易因受到长辈的荫庇或继承祖业而发家致富，即类似于富二代。这种手纹起于坎宫，位于手掌的底部中央区域，并与事业线相连，象征着家庭背景对个人事业和财运的积极影响。祖臂纹代表着家庭根基深厚，意味着此人出生在一个资源丰富且家庭背景良好的环境中。拥有祖臂纹的人通常受到长辈的庇护和支持，可能从小就享有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资源。这种手纹还表明此人有很大的机会继承家族产业或财富，因而能够比同龄人更容易获得财富积累和事业上的成功。拥有祖臂纹的人应当珍惜家庭提供的资源和机会，积极利用这些优势为自己的事业和财富积累服务。尽管有良好的家庭背景支持，但自身的努力和才智也是成功的关键。因此，
拥有祖弼纹的人也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才能在长辈的庇护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六、夫子眼，夫子眼代表着非常聪明，具备较强的管理能力。自古以来就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在不济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即使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努力，也可以变得非常聪明。夫子眼象征着卓越的智慧和才能，不仅预示着先天的聪慧，还意味着拥有出色的学习和理解能力。这使得他们在文学、艺术和管理等领域都能表现出色。拥有夫子眼的人，通常在学术和职业生涯中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仰慕。此外，尽管夫子眼预示着天赋异禀，但后天的努力同样重要。即便是没有夫子眼的人，也可以通过勤奋和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的智力和能力，从而在各个领域取得成功。因此，夫子眼不仅是天赋的象征，更是激励人们通过努力追求卓越、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标志。七、井字纹，在食指下方的木星丘处出现井字纹或十字纹等纹路，通常预示着命主在事业上将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因此而获得巨大的财富。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象征着权力、领导力和雄心。在木星丘出现井字纹，意味着此人在事业上会有突出的表现。他们具有强大的领导能力和管理才能，能够在职场中脱颖而出。井字纹代表着丰富的财富，这类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会直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收益，积累大量财富。在木星丘出现十字纹，表明此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声望，他们能够在专业领域内获得高度的认可和尊重。总的来说，木星丘上的井字纹和十字纹预示着命主将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并因此获得丰厚的财富。这些纹路不仅象征着个人能力和才干，还意味着好运和机遇的到来，推动命主在职业生涯中不断攀升，获得广泛的认可和经济上的回报。八、田字纹，在事业线和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和口字纹等纹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预示着命主适合从事特定的行业，并能因此而发财。田字纹出现在事业线或生命线附近，形状类似于田地的格子田字纹，预示命主适合从事与土地和资源相关的行业，如房产、土地开发、土特产、矿业等。这些行业通常涉及实物资产和资源的管理，由于这些行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命主在这些领域工作时能够积累大量财富。田字纹象征着扎实的基础和稳定的财源。九、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预示着他们必发亿万之财，拥有多路进财的机会，容易跨越行业经营，甚至组建集团公司等。这种手相象征着财富与地位的双重提升，预示着命主在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方面将取得巨大成功。豪宅纹所处的位置代表着命主将在人生的高峰时刻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财富和地位，因此拥有豪宅纹的人在事业和财富的道路上将有着非同寻常的好运，能够实现自己的财富和事业梦想。十、黑子纹，当手心中出现黑子纹时，预示着命主因对自己某项特殊才能的执着追求而能够出类拔萃，并因此获得巨大的财富。黑子纹的出现象征着命主拥有与众不同的天赋或技能，在某个领域有着突出的表现，因此能够脱颖而出，赢得成功和财富。此外，当自然握拳时，黑子纹须正好在拳头内，这说明命主拥有的天赋或技能需要经过努力和实践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实现，因此持续的努力和专注是命主实现自己梦想并获得财富的关键。11、公印纹，公印纹因其与我们熟悉的公章相似而得名。手相中拥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通常会因此而成为富翁或富婆。这种手相象征着命主在与政府相关的领域有着特殊的优势和机遇，能够获得政府资源的支持和利用。由于政府部门通常拥有丰富的资源和权力，命主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能够获取到各种机会和资源，从而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和财富。因此，拥有公印纹的人在选择职业或行业时，可以考虑从事与政府相关的工作，这样有利于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实现事业的成功和财富的积累。12、玉桂纹，玉桂纹是指起于前弓与手掌中的事业线相连的手相特征。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
意味着他们在事业上具有亲和力、善于交际、人缘好的特质。由于与事业线相连，玉桂纹预示着命主在事业发展过程中容易受到他人的有力帮助和支持。这种人缘的好处，使得他们在职场上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表现和成就。因此，如果选择从事业务、市场营销、公关等行业，拥有玉桂纹的人必定能够取得成功，并实现财富积累。玉桂纹的存在象征着命主具有与他人良好合作的能力，能够借助他人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事业目标，因而在职场上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不同的纹路，其实这些纹路都有着它们不同的含义。今天跟大家说的就是手掌有这3种纹的人贵不可言。左手有就证明着此人权高位重，右手有就证明着此人财大气粗。一拇指中间有闭合圈纹，拇指中间有闭合圈纹，这些圈纹外表看起来像眼睛的形状，俗称为凤眼，也称之为佛眼。拥有佛眼的人今生贵不可言，不管男女都可以事业顺畅，一生好运不断。他们是上帝的宠儿，自从出生以来运气就一直都比别人要好，只要是好的事都会被他们遇到，所以这辈子过得异常的滋润和精彩。2. 生命线和智慧线交叉延伸到掌外。在相学中，我们常常通过看生命线和智慧线的长短粗细来推测出一个人的命究竟好不好。如果他们的生命线和智慧线的交叉点在掌外，那就证明此人的财库丰隆，将来必定会创造出一番惊人的财富，并且他们的理财能力一流，一旦富起来，那就是一辈子的事。3. 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竖纹多。小拇指和无名指下方的竖纹被称为钱财纹，拥有此纹多者，代表着今生拥有的财富很多，不管左手还是右手，都是财大气粗的象征。这种人一般身家在1000万以上，并且还很会理财。钱财到了他们的手里，只会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多，因此他们一生都过得锦衣玉食，富裕安宁。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年轻时候相当艰难，但到了中年有很大改变，事业容易成功，感情生活幸福美满，各方面都朝着好方向去发展。其实这些有时候也和手相有关。下面一起来看看什么手相的人越老越有钱吧。一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如果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到食指下方，而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到中指下方，代表着命运很好，到了晚年有更好的运气，越老越富贵。这种手相的人年轻时候并不懂得珍惜，做事喜欢得过且过，毫无目的的生活着，不知道想要的是什么，导致事业发展不好，生活难以幸福。随着年龄增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些人也懂得给自己制定目标，为了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到了中年能够遇见好机会，加上自身的努力，赚取不少钱财，成为有钱人，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富裕，得到子孙孝顺。2. 事业线由浅变深。手中的事业线相当重要，能反映出工作能力，更能看出事业走向。如果一个人手中的事业线由浅变深，说明这个人的事业运越来越好，在工作中积累不少经验，努力进取，从而获得更多财富。这种手相的人越老越有钱，认为赚钱是相当轻松的，在行业中也有很高地位，不会被他人瞧不起。其实就是靠着慢慢积累，吸取经验教训，让自己在事业中变得更强，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超越身边的竞争者。3. 掌心处有明显凹陷。生活中会发现有些人手掌心处能看到明显凹陷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人命运相当好，代表着生活大富大贵，家庭和睦。这种手相的人在工作中相当成功，做任何投资都能赚大钱，求财方面特别轻松，所以生活中无需为了钱的事而烦恼，与家人间的相处也很好，平时很少闹矛盾，夫妻关系越来越稳定。虽然拥有不少钱财，但在花钱的过程中很谨慎，不喜欢铺张浪费，更不会为了面子而打肿脸充胖子，所以财富越来越多，成为他人眼中的有钱人。4.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且朝着中指延伸。这种手相的人命运很好，一般都是先成家再立业，只有感情稳定下来，才会把更多心思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事业发展越来越好，容易实现梦想。不仅自身有好运，而且对另一半帮助很大，为另一半争取不少好机会，两人间的沟通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在感情中很抢手。
5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有些人手中的生命线有分叉，而且向手腕延伸，说明这样的人很富裕，越老越有钱，无需为了钱的事而跟家人闹矛盾，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吃不少苦，为了各种事而担忧，但到了中年能遇见好机会，财运也能得到提升，生活越来越富贵，到了晚年生活会更好，财运大暴涨，生活更加富裕，但也懂得合理的分配钱财，并不会出现偏心的情况，所以家庭关系很好。6大字穿在手掌中，如果智慧线和生命线还有感情线形成了一个川字形，这样的人一般性格都非常固执坚毅，尤其是在事业上比较有责任心，虽然在人生中会经历一定的磨难，但是幸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不错的成果。有着这样手相的人，就是典型的经历磨难之后会大富大贵的人。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会付出很多，而且不会轻易就放弃自己的事业，会在这条路上一直坚持到底。到了中老年以后，就会有着一定的财富积累，容易在晚年的时候大富大贵。7金星掌，有着金星掌的人内心很正直，在职场上也会展现出非常有才华的一面，做事很利索。这类人非常有管理上面的天赋，所以很适合从事管理职位，说出来的话比较服众，很有责任心，而且在任何事情上都很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不过正是因为性格太过于耿直，所以很容易招小人的嫉妒，所以在职场中这类人虽然是不缺财运的，但是还是会受到一些限制和小人的迫害，稍不注意就会给自己带来影响。不过好在晚年的运势非常不错，可以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容易大富大贵。8掌系凹陷，掌系凹陷的手比较能聚财，这类人非常擅长理财，也容易为自己积下一定的钱财，而且很容易受到上一辈的照拂，长辈们留给他的积蓄会很多。掌系凹陷是比较典型的能够大富大贵的手相，有着这类手相的人，人生比常人都要顺利，而且贵人运也是很不错的。虽然在人生中会有一些小波折和小坎坷，但是整体运势却非常不错，即使身陷囹，也会由于贵人提携，帮助他们脱离险境，今后大富大贵。9左手的地纹比较短，左手的地纹比较短的人，对于自己早期的学业和事业发展上面都会有着一定的影响。这类人的能力不错，但是在早年的时候很难得以发挥，往往到了后期的时候才能发挥出自己的才干，通过长时间的积累以后可以厚积薄发。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常常会遇到不顺心，事业也有波动，后半生的运势比前半生好，以后也会有发大财的可能，在大富大贵前都会经历很多的磨难。这样的手相在情感上也会有一些波折，前期感情不顺，到了晚年才会幸福。是手掌很大，手纹清晰，运气特别好的人手掌会非常大，且手纹特别清晰，尤其是事业线、金钱线、感情线以及健康线很长很清晰，且没有乱七八糟别的杂纹。这类人在事业上更加容易取得成功，他们还能够得到身边人的帮助，贵人缘也特别旺盛。这类人非常有福气，他们也很热心与热情，内心纯真善良，帮助过特别多的人，所以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与此同时，这类人做事特别踏实努力，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有着非常清晰与明确的认知。他们看待事物很敏锐，绝对不会只看表面，也不会人云亦云。平日里他们不会关注乱七八糟的八卦，会将所有的心思放在自己的正事上，比如说学习，再比如说工作等等，所以到最后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11财库很多，钱财纹也很多，运气特别好的人手掌上钱财纹路特别多，财库也非常多。所谓钱财纹，也就是大家平日里所说的理财纹，位于无名指和小拇指下面，大多都属于细细的线条。如果一个人手掌上这些线条非常深，而且很多的话，就说明他们可以拥有花不完的钱，金钱运势也特别旺盛，总是能够获得意料之外的钱财。这类人不但收入很多，而且不会遇到太多的花销。只要他们能够克制住旺盛的购物欲望，不去胡乱买东西，那么就能够实现丰厚的财富累积。这些人还特别慷慨，自己有钱之后还会带动身边的人发财致富，看到贫穷的人也愿意捐献出自己的钱财，所以他们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还会成为幸运的宠。12中指非常长，运气特别好的人中指一般都非常长，这根手指代表着富贵和财富，所以一个人的中指非常长的话，就说明他们非常富贵，而且可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可能是自主创业，成为企业老板，
也有可能是进入官场，成为很厉害的官员。与此同时，一个人运气特别好的话，他们的手掌上可能会有凤眼纹。所谓凤眼纹，就是大拇指第一节上面出现的圆圈形状的纹路。拥有凤眼纹的人，基本上他们的婚姻生活是特别幸福的，还能够成功嫁给有钱人，婚后能够得到伴侣的庇佑，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感到担忧。他们能够与伴侣携手到老，非常令人羡慕。当然，想要知道一个人运气好不好，不光可以看手相，也可以看他的面相、志向以及平时的体态特征等等。总之，相术学包罗的东西是非常多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而神秘的话题：手中如意纹，则一生富贵无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如意纹究竟长什么样。手掌肉厚，白里透红，八卦位凸起，正卦田宅宫更甚，财帛宫田宅宫肉丰，中宫凹陷不漏财，遇水后可胜不漏地纹双生明显，一条辅助线，一条主线，主线长冲向坎卦正下方手腕线，人纹平缓孤独极，玉柱纹有破裂。根据流年在28左右，故在此年龄层，在事业上中特大挫败。玉柱纹事业线时断时续的，起端曲曲折折，能看出来你早期变动多，曲折多，有时取得成功，有时挫败，有一个断处，即代表有一个曲折出现。所以玉桂纹也叫如意纹，始于他右手前弓与手上的事业线相接。玉桂纹在左手或是右手都能够，天生左手后天就右手。掌纹上带玉桂纹的人，性情多乐观，善于与人沟通，很容易使人形成信赖感。这与此同时也代表很容易备受别人扶持。诸事都岁星应手，手掌形分支的两条线产生如意形状。有这样掌纹的人，机缘掌握好的话，必然取得成功。当然了，除了以上所说的如意纹代表财运好外，其实在手相中，我们还可以通过手的具体细节来预测你今生的财产。不信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1. 三角纹在手，必发大财的手相。无名手指根和小指根之间有细细的斜线，我们称之为财运线，越表示越进财富。食指的第二节有指节纹，如果有3条纹，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豹纹。这种人不缺钱，往往也有更多的机会变成财富。手软肉软，气血很好。手掌作为女人的手，在家庭中可能掌管经济权力，掌管家庭生活。在事业上可能日新月异，如果赶上了好时光，再加上后天的努力和聪明的头脑，事业就不会单打独壮。总之就是滚滚财源。事业线从智慧线出发，这样的掌纹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人才，往往在年轻时没有抱负，在中年事业才会发展，可以实现很好的事业。事业线从生命线出发，能具有超人的战斗力，精神充实，由于自身的全力以赴，企业将会大大前进，取得更大的成功。假设手掌的形状是一个大三角形，是吉祥的手掌，说明这个人不仅能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财富也很强大，很有可能成为领导者。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呈三角形，那是一个很好的征兆，不仅代表了事业的富裕，而且不论男女都有更大的机会遇到更好的伴侣。2. 手中钱财纹多，财库多的最有钱。什么是钱财纹？什么是财库？钱财纹也称为理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财旺钱多，一生有花不完的钱。财库则是手中的线互相交错中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为三角形，甚至手中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这些形状为财库，代表着财富。有这种手相的男人在钱财的运气上会比较幸运，容易成为有钱人。3. 川字形手相的最有钱。川字形的手相，这种手相意指手掌中的3条主线互不相交所形成的。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事业心比较重，悟性高，直觉好，因此属事业上比较容易成功的。事业与财运是相互影响的，事业平步青云，财运才会越来越好，因此这里男人不缺钱花，在外人看来也是最有钱的。4. 财运前伸直的最有钱。在手相中，小指的根部称为水星丘，此处的竖线被称为财运线。财运线是金钱运好坏的重要标志，如果手中的财运线比较伸直有力，甚至有的人是多条伸直的财运线，代表着钱财运好，拥有这种手相的男人会成为有钱人。5. 财运线深。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
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他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6. 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7. 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身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8. 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她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9.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10. 掌厚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11.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12.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不之人。13.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1等1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4.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他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此外，他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
非常幸运。珠宝首饰不仅是精神上的自我满足，更是社交上的重要工具，不仅能彰显一个人的个性标志，还在处处传递着这个人的身份信息。但是社交上有礼仪，文化上有讲究，我们的随身配饰到底该怎么戴，才能够符合不同场景的社交需求，又能不触碰文化习俗上的禁忌？今天大佬就以手上戴的饰品为例，跟大家一起看看戴了这么久的珠宝首饰，我们戴对了没有？一、手上戴饰品的作用。一、长期睡眠不好的人，建议可以佩戴一些银首饰，或者是在枕头旁边放一块银的饰品。本草纲目中明确记载，银具有安五脏、定心神的作用，心神一定，自然是酣然入梦，一觉到天亮，所以银饰对于睡眠有帮助。在易经中，属金的物品具有收敛的特性，也就是有归总安定之意。二、脾气莫名的暴躁烦躁的人，可以佩戴或者是枕边放置玉、水晶的饰品，这是因为头部属阳，具有火的特性，而水晶玉器具有泻化火的作用，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理性的去对待事物，避免因为自己情绪发生的灾害。二、手臂上戴什么风水好？一、红线。红线其实是很适合在手臂上佩戴的，因为这样佩戴的红线不仅仅可以对聚财起到风水效果，而且还可以让自己的个人桃花运也变得更好。所以在手臂上佩戴的红线其实基本上都是能够起到一举两得的风水效果的，既能够提升财运，也能够对桃花运有效。二、玉器。玉器从古至今都是很受欢迎的一种首饰，玉是有灵气的，我们都知道会有定惊的作用，适合那类睡觉容易惊醒、平时心血虚的朋友佩戴。长期佩戴玉不仅对身体有好处，还能够带来好的运气。玉不一定要开光，只分合不合适，有些人合适戴，有些人戴了玉反而不自在。玉器可以水洗，越洗越亮，越戴越有灵性。三、水晶链子。水晶是年轻男女非常喜欢佩戴的事物，水晶首饰看起来亮晶晶的，很漂亮，也很大方得体，而且水晶还有转运的功效，因此可以带来好运。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戴水晶，如八字中太寒或平时身体过虚、贫血、血气虚、容易受惊的朋友，最好是不要戴水晶，否则容易有副作用。四、玛瑙链子。玛瑙链子在风水上也属于是可以佩戴到自己手臂上的物品，佩戴了之后就可以改善自身的风水气息了。而且玛瑙链子还具备一定的辟邪效果，所以佩戴了之后，在辟邪这方面也能够产生很强的风水效果，这样无疑是可以让自己整体运势得到增强的。五、珍珠链子。珍珠链子也是属于适合在手臂上佩戴的物品。珍珠链子佩戴到手臂上，最主要的是可以产生风水效果，就是改善自己的气质，这样无疑是能够让自己的身体也得到改善的。而且佩戴到手臂上的珍珠链子还具有一定的提升贵人运的效果，这样无疑也很好。六、佛珠。现在我们身边无论是男女老少，都有一些人手上会带有一串佛珠，佛珠确实是适合每一个人，价格也不分贵重，并且还能够为我们带来好运。当然，佛珠要以正规开过光的为最佳，但是需要特别提醒，一般自己带的佛珠不能够轻易的让人摸让人碰，更加不能够沾水。其黑曜石手链，对于黑曜石的能力也是不错，而黑曜石若是做成手链，都可以对少许运势低迷的人佩戴，对于少许运势不好的女性反而会导致财运低迷，但黑曜石本身可以驱逐负面能量，乃至也有起到好的招财旺财的效果。八、发金手链。发金手链也是能够对人的财运有必然的好处，也能够提升人的能量磁场，进补缘分，也能够实现到了好的招财旺运的命运。若是女人手上戴发金手链，也能够说是带来好的缘分、好的旺财的效果的。九、桃木制品。其实辟邪的东西是有很多的，一些桃木做成的东西就可以起到辟邪的作用，因为桃木从古至今都是一种非常吉祥的东西，有很多人认为它是可以辟邪的，而且在很多史书中也认为桃木是可以辟邪的，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有很多人就觉得桃木非常适合作为一种辟邪的东西，而且有很多桃木的东西做出来以后非常的美观，如果是佩戴的话也非常适合。
所以很多桃木制成的东西既适合辟邪，也可以当做配饰品，所以这种东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用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很多女士佩戴这种饰品来达到辟邪的目的。10. 貔貅。说到招财，貔貅是非常有用的，貔貅有驱邪招财的功效，而且也是现在非常受人们欢迎的一种吉祥圣兽，而且貔貅护主性非常的强，所以说成为了首选。貔貅非常的威武，而且有镇宅驱邪的作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手链款式更是适合男女佩戴。如果你是财运势非常不好的朋友，那么吉兆堂的貔貅手链你一定要考虑。3. 手上戴什么风水不好？1. 老古董并不是每个人手上都适合佩戴的。说白了的老古董，例如某些之前好长时间埋在地底下的高古玉，或者是某些饰品，之后由诸多缘故为人所得，而继而商品流通起来，又被谁买来佩戴在手上，这一并非是每个人合适的。第一，老古董尽管是十分值钱，可是归属于失物，由于它并找不到与这一时代。第二，老古董的气质驳杂，由于经历的时代长久，土地流转在不一样的人手上或者手里，大自然有许多不同的电磁场，通常人戴的会受干扰，例如非常容易做梦，办事欠精神失智，非常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危害睡眠质量，或非常容易碰到某些稀奇古怪的这事儿。因此老古董类的物品通常人手上尽量的要少佩戴。而残缺不全的物品不宜戴在手上。残缺不全的物品，比如只一个物品崩了一个角，或者是没了一个面儿，看上去不齐备，这类的物品也不适宜戴在手上。先不用说其他，仅是一头就不太好了。尽管说人世间一切之事物都并非是极致，但基础的详细这一因素和极致是两个不一样的定义。佩戴在手上的尽可能的如一个详细的物品，非常是恋情中的男人女人或刚完婚的朋友，最忌手上戴这些残缺不全的物品，最危害情这些是说由于神气自身元素干扰一个人的气场值，因此神气类，例如水果刀、小剑或者是某些锐利的物品，不宜佩戴在手上。有的人误认为这种物品能辟邪，我觉得并没有这一叫法，佩戴了反倒有许多不好的功效。例如人身体不好，非常容易磕碰，驾车非常容易出难题，常常会发噩梦，性情欲望狂躁这些。4. 食道的物品不能够佩戴在手上。之前就有许多人问过我那样的难题。实际上食道的物品最先从由来上说，就是说来路不明了，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个自己丢失的。次之，这一物品在原先那个人手上充分发挥的功效是好是坏也不知道，这一都是很关键的。而且能够被你食道的物品，就说明他人所丢失的，他也能够丢失，也表明就是说运气差引发了，那样反堆起来，你就是说佩戴在手上对运势也是危害。5. 形态各异的物品也不宜戴在手上。许多人会问，样子也关键吗？周易里边有3个叫法，就是说象数理，含义就是说根据象数理能够看到人世间的凶吉，这样子大自然就归属于象了。不可以说形态各异的物品未必就不太好，或许还可以是好的，但在人们日常生活还是一切正常事情多，一切正常事情才当旺，不可以说形态各异的物品会当旺的。因此你佩戴形态各异的物件，相当于挂一个不上旺的物品在手上，大自然也危害运势了。例如找人，另一方帮不了；例如你要做某事，一直力不从心，这种都是有必须危害的。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